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当市场大多数投资人还在纠结于宏观经济的杂讯、通膨的数据或是联准会的脸色时，全球资产管理巨头黑岩集团刚刚交出的2026年第二季财报，却向投资人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财富密码。市场普遍认为，像黑岩这样规模已经达到10兆美元以上的巨兽，增长应该已经触及天花板。但高盛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却抛出了一个震撼弹。他们不仅重申对黑岩的买入评级，更将目标价上调至1389美元。这代表在目前的价格基础上，黑岩还有高达 27% 的潜在涨幅。为什么这家已经富可敌国的公司还能被高盛认为有估值重估的机会？这背后的逻辑不仅仅是因为他管的钱变多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黑岩正在经历一场体制的大转型。高盛指出，黑岩在2026年第二季展现了强劲的有机增长动能。具体数据显示，该季度的基础费用有机增长率达到了 8%， 而在过去12个月中，这个数字更是高达 10%， 这远远超出了市场原先的预期。高盛的核心判断非常明确，黑岩目前的股价仍被市场低估，其预期本益比约19倍，相较标普500指数存在约 9% 折价。但历史上黑岩估值通常接近20倍水平。华瑞认为，市场目前仍把黑岩视为传统资产管理公司，忽略了它在高利润率业务上的结构性转型。高盛预期，未来几年黑岩将维持双位数 EPS 成长，推动估值重新评价。高盛看好黑岩主要来自3大驱动力： ETF 业务升级、私募市场扩张以及利润率提升。首先，在 ETF 业务方面，iShares 仍是黑岩的重要增长引擎。高盛指出，本季度 iShares 带来约1780亿美元资金净流入，其中核心股票与指数债券 ETF 是主要来源。但华瑞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资金结构正在改变，市场资金正逐渐流向费率更高的主动型 ETF 与精准保险 ETF， 代表投资人不再只追求低成本指数投资，而开始寻找更具策略性的产品。此外，欧洲投资人从银行存款转向资本市场，也为黑岩提供长期资金流入。其次是私募市场带来的新成长曲线。高盛预期，黑岩私募市场资产规模将保持超过 10% 的增长，主要受惠于私募信贷与基础设施投资。华瑞认为，这背后隐藏着 AI 基础建设的重要机会。随着 AI 数据中心大量建设，科技企业正从轻资产模式转向高资本投入模式，需要大量外部融资。黑岩透过收购 GIP 与 HPS， 正在切入基础建设与私募信贷市场，成为 AI 浪潮背后的重要资金提供者。第三是利润率的结构性改善。市场过去担心收购 GIP 与 HPS 会拖累黑岩盈利，但高盛认为这种担忧被高估。目前黑岩营业利益率约 46%，高盛预计到2028年可提升至 48% 以上。此外，高盛还指出3个容易被忽略的重要讯号。第一是金融产品代币化。黑岩正探索利用区块链技术拓展新的资产分销方式。华瑞认为，这代表黑岩不只是管理资产，更是在布局未来金融基础设施。第二是税务优化策略快速成长。旗下 AppReal 与 SpiderRock 规模过去5年大幅提升，反映高资产客户越来越重视税后收益。华瑞认为，这类高度客制化服务具有较强粘性，将成为黑岩的重要护城河。第三是估值重估机会。当一家企业从单纯追求规模转向高品质收入与更高盈利能力时，市场往往会给予更高估值。高盛这份报告带来3个投资启示。第一，黑岩已不只是基金公司，而正在转型为金融科技与资本基础设施平台。旗下 Aladdin 系统与私募市场布局，使其在全球资金流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二， AI 投资机会不只存在于晶片企业，为 AI 基础建设提供融资与资产管理服务的金融公司同样可能成为受益者。第三，需要关注估值修复空间。如果黑岩未来 EPS 能维持中双位数增长，而市场重新认识其商业模式，本益比可能进一步回升。总结来说，高盛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转型的黑岩，凭借着 ETF 领导地位、私募市场扩张以及技术驱动的效率提升，黑岩正逐步从传统资产管理公司转变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企业。未来股价上行的核心不只是资金流入，
而是市场对其长期盈利能力的重新定价。华瑞认为，这份报告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即便是在看似成熟的行业，只要能精准掌握技术变革和客户需求转向，依然能创造出惊人的有机增长。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